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。前几天 CF 对 CF VLess 进行了一个封杀，那这里的话我也进行了一个更新，测试了3天，目前来说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里简单快速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啊。那首先打开 VLess 这个文件夹。目前这里有4个文件，那大家首先要点击这一个注意啊，以上4个文件的说明。那这里第1个和第3个文件是明文文件啊，那明文文件目前我还没整理，所以目前还是不可用的。第2个和第4个混淆文件目前是可以使用的。那它们之间的区别啊，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几期教程的话，你应该都了解啊，分为带 proxy IP 以及 net64这2种版本。它们的主要区别就是非 net64 文件它是不带 proxy IP 的，而 net64 是带 proxy IP 的。那不带 proxy IP 你就必须自定义 proxy IP 啊，不然无法访问 CF 网站。net64 的话目前还可以使用。那这2个文件建议大家开2个 workers 都部署一下。那2个混淆文件属于半混淆状态，因为我把它们的变量都单独的提取出来了，在文件的开头可以直接修改 UUID 以及 proxy IP。比如这个混淆文件，那大家可以直接修改它的 UUID。如果你有 proxy IP 的话，可以在2个引号之间填上 proxy IP。同样的 net64 混淆版也是一样的，直接修改它的 UUID。就可以了。那有些小伙伴一直在寻找 proxy IP， 那勇哥之前的教程也说过很多遍了，你服务器可以自建 proxy IP。如果你实在没有的话，勇哥的博客里面就有几个，包括我自己服务器创建的甲骨文的 proxy IP 也可以用啊。但是我的 proxy IP 是有严格限制的啊，每天只能用10个小时，分3个时间段啊。那这里的话，估计很多人受不了，那随意啊。其他大佬维护的 proxy IP 是不定时会失效啊，这个大家自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快速的操作一下。那比如说我是用这个非 net64 版混淆文件，那现在我打开 CloudFile Workers， 我直接点击创建，从 Hello World 开始，这里名字随便写，然后点击右下角部署。然后点击右上角编辑代码，把这里默认的代码都删除，然后回到这里 Ctrl 加 A 啊，全部选中 Ctrl 加 C 或者右击复制，然后粘贴拉到最开头。那 UUID 的更改这个大家随意啊，那我这里还是用 Victory N 啊，随便生成一个啊，然后把原来的 UUID 删掉，把新的 UUID 粘贴。然后 proxy IP 你不填也可以啊，只是不填流控的话就无法访问 CF 网站，但其他的网站是可以访问的啊，比如说谷歌油管，那我这里就填一个，比如说啊，我这里博客分享的 IPv6 这一个，2个引号之间粘贴，那这里自定义就完成了，然后我们点击部署。OK 啊，那熟悉勇哥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你操作好这一步，你就可以手搓80系了。点击配置 VLess， 优选地址我这里随便写一个，比如说 3w.visa.com.sg 啊，端口80系的都可以，比如说8880 ，UUID 就是这一个，传输协议选择 WS， 伪装域名就是 Workers 啊 ，Workers 的地址我们返回一下，点击设置，这个就是 Workers 地址，复制粘贴 ，Pass 路径这个可以空着无所谓，然后点击确定，然后我们拼一下真连接，肯定是通的。OK， 那这个就是通了，我们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，开启代理，然后我们进入 IP.SB，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因为 IP.SB 它的 IPv4 是走 CF 的，所以它显示的是 proxy IP， 它的 IPv6 是不走 CF 的啊，所以它显示 CF 的 IPv6 的 IP。那有些小伙伴说，我有域名啊，我想开 TLS， 我这里直接添加自定义域，点击这里的添加。然后点击自定义域，然后输入域名啊，注意你这个域名必须已经解析在你的 CF 里面。那我这里已经解析好了 EU.org， 那我这里把名称随便写一个，然后点击右下角添加域 ，OK 啊，自定义域添加完毕啊，直接打开自定义域吧。打开之后你会发现这是我们的控制台啊，我们直接进入控制台斜杠，输入 UUID。回车 OK 啊，那这个就是控制台了，分享链接包括下面的各种订阅链接都可以，我们点击复制单节点的链接，我们粘贴，然后真连接测试一下，应该也是通的。
那其实啊，80系的这个 Workers 也是可以打开的，只是它打开的话必须开代理才能打开它。-UUID 这两个其实就一模一样的，一个只是用自定义域打开，一个用 Workers 域打开。它们两个的话，我们拼一下都可以，它们都是通的啊，它们互不干扰，各自运行。关于优选 IP，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啊，你是不是属于这2类人？第一类人啊，你无法忍受你的油管的速度低于5万，比如说你的油管速度只有5万左右，你非常不爽啊，你想砸电脑，这类人适合天天去优选 IP。第二类人，如果你对落地国家有特别的要求，因为默认的官方 IP 几乎都是落地美国、落地欧洲，如果你这2点无所谓，你就没必要天天折腾优选 IP。好，那最后我们再说一下 CF VLAS 目前的一个状况以及未来的一个趋势。这一次 CF 的封锁比之前那一次有所加强啊，就是它特别针对混淆进行了一个封杀。对于混淆的种类，它封杀的还是比较单一的。那关键字的封杀的话，它一直都是有的。那我们现在可以展望一下，如果它下一次封杀可能还会继续加强，那我们拭目以待，肯定会来啊。那总体来说，对于那些没有买服务器的朋友们来说，我们用一天是一天啊，等到最后的话，为自己也要准备一条后路。跟大家砍就砍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勇哥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